他是世界最佳门将之一，他也是俱乐部目前效力时间最长的球员。他拥有3个头和6条手臂，在场上常常给对手带来绝望。他多次挽救了自己的球队，但不幸的是，在某些名宿和球迷的记忆中，更多的是他的失误和过多的犯错。转眼间，已经过去了12年，他也从当初的年轻小伙子蜕变成了球队的传奇门将。上赛季，他在38场联赛中取得了17次零封的出色成绩，再次荣获英超金手套。然而，随着球队战术的改变，人们开始认为他不再适合继续跟随球队前进。他是谁？他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门将。大家好，我是有一点像大卫的伊利。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位从当年的年轻门将蜕变为曼联今天的传奇门将德赫亚。德赫亚出生于马德里市郊25英里外的自治市伊莱斯卡斯，那里人口稀少，居民总数只够填满老特拉福德球场其中一个看台。德赫亚10岁就加入了马德里体育会的足球学校。其实，他在这间足球学校踢球时的第1年仍然不是门将，直到他17岁的时候才正式担任门将。在德赫亚学生时期曾担任他教练的告鲁斯说道：“德赫亚当时是我们踢室内5人足球的前锋，而且他是我们校队的神射手。”直到18岁时，德赫亚正式成为职业球员，首季开始代表马德里体育会 B 队参加乙级联赛上阵。德赫亚在马德里体育会的前景生涯并不顺利，尽管这位天才门将在乙级联赛效力了2年，但他未能如预期般晋升到一线队。更糟糕的是，在2009年夏天，球会总监皮塔奇引进了2名门将，塞尔吉奥·阿森霍和罗伯托·西门尼斯，他们都是一线队的主力门将和替补门将。此外，还有另一位竞争门将霍埃尔·罗布莱斯。这一系列因素使得德赫亚在一线队中的出场机会变得非常渺茫。然而，幸运女神在这个时候降临到了德赫亚身上。在2009到10赛季，这也时年仅18岁的德赫亚成为马德里体育会的主力门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是他的转折点。当时，由于阿森霍参加 U20世青杯的缘故，他暂时离开了球队，于是德赫亚首次被提升到马德里体育会的一线队，并担任2号门将罗伯托的替补。令人意外的是，在2009年9月30日的一场欧冠比赛中，门将罗伯托意外受伤离场，这给了德赫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临危受命，获得了上场的机会。3天后，在主场对阵萨拉戈萨的比赛中，德赫亚获得了他在西甲联赛的首次上场机会。在比赛的第19分钟，他救出了对方马尔科巴比奇主罚的点球，帮助球队以2-1取得了胜利。在那年的10月，马德里体育会的主教练阿贝尔雷西诺被解雇。随后，新任主教练弗洛雷斯和门将教练埃米利奥·阿尔瓦雷斯一同加入了球队。正是因为他们当时独具慧眼，看到了德赫亚的潜力，才使得德赫亚能够迅速崛起。尽管德赫亚在外表上看起来可能只是一个试训的孩子，但在第1堂训练课之后，阿尔瓦雷斯看到了他巨大的潜力，并相信德赫亚就像一颗等待被精心打磨的钻石。教练组于是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重点提升德赫亚的体格、战术素养和心理素质。随后，阿森霍归队后，在场上犯下了数次致命错误，而主帅弗洛雷斯逐渐开始启用德赫亚，并让他在西甲联赛中首发出场。经过连续5场的首发表现，德赫亚正式成为马德里体育会的主力门将。在2010年4月对阵利物浦的欧霸杯半决赛中，德赫亚在首回合比赛中完全封锁对手，帮助球队1-0获胜。次回合的德赫亚再次表现出色，帮助球队在加时赛中取得了胜利，晋级决赛。接下来，在对阵富勒姆的欧霸杯决赛中，他多次做出关键扑救，帮助马德里体育会赢得了当季欧霸杯冠军，这也是他们14年来的第1座奖杯。赛季结束后，德赫亚已经成为卡尔德隆球场球迷们的自己人，这种亲密的情感联系是自数年前费尔南多·托雷斯之后最为深厚的。在2010到11赛季，德赫亚作为马德里体育会的主力门将表现出色，他在联赛中出场38次，尽管他丢了53球，但他的扑救次数和成功率都位居西甲联赛前列。更令人瞩目的是，在马德里体育会对阵国际米兰的欧洲超级杯决赛中，德赫亚在点球大战中扑出了迭戈·米利托的一记点球，帮助球队以2-0的比分击败了当时的3冠王国际米兰，赢得了超级杯冠军。德赫亚的出色表现引起了曼联等其他豪门球队的关注。
当时的曼联主帅费格森和教练组在为年过40的传奇门将范德萨的退役做起了准备。在这个时候，前曼联门将教练埃里克史迪尔向费格森推荐了德赫亚。随后，在2010年曼联的一场联赛杯比赛中，费格森爵士没有亲自在场指挥，而是和史迪尔一起前往西班牙观看了马德里体育会的比赛。这是他执教曼联期间仅有的2次缺席比赛，上一次是在1998年，当时他需要参加家人的葬礼。史迪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观看了德赫亚65分钟的比赛后，弗格森爵士就知道签下当时只有20岁的德赫亚是正确的决定。2011年夏天，主帅费格森决定签下德赫亚，并放弃追求其他更有经验的门将，包括诺伊尔、斯特克伦堡、洛里等人。实际上，当时的德赫亚并不愿意离开马德里体育会。然而，德赫亚的恩师阿尔瓦雷斯鼓励他转回去曼联。他认为，只有离开马德里体育会的舒适区，德赫亚才能超越卡西利亚斯，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首席门将。德赫亚这一刻犹豫了。然而，在2011年6月，记者拍到德赫亚抵达曼彻斯特的布里奇沃特医院接受体检的照片。这一事件成为马德里体育会球迷对球队和德赫亚隐瞒事实的导火线，并因此对他们进行指责。如此复杂而不愉快的转会，让德赫亚无法完全坦诚地谈论他离开马德里体育会的事情。他知道卡尔德隆球场的球迷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热爱他了。2011年6月29日，曼联通过官网宣布德赫亚正式加盟曼联，其转会费高达1890万英镑，是仅次于布冯第2高身价的守门员，也是当时英超身价最高的门将。这一消息引发了广大媒体、球迷以及曼联更衣室里的球员的质疑。他们质疑这个年仅21岁、瘦弱的小伙子是否能够承担起如范德萨一般的重任，成为他的长期接班人。2011到12赛季，英超联赛的首轮焦点战在山楂球场展开。当时的曼联客场以2-1险胜西布罗姆维奇。然而对德赫亚来说，那场比赛是一个艰难的90分钟。西布朗球队不断采用高空球和身体对抗的方式对他进行考验，而肖恩朗的一次并不具备太多威胁的远射竟然从他的手边滑入球门。迅速的，各大报章纷纷出现了低级门将、水货等标题来形容德赫亚。毫无疑问，当时身材纤瘦的德赫亚在应对传中球和高空球时感到极度痛苦。随后的比赛中，德赫亚还是陆陆续续出现一些失误，尤其是在面对布莱顿和巴塞尔时，2次失误导致曼联失去比赛胜利。在对阵西汉姆的比赛中，德赫亚甚至被安迪卡罗尔撞得他仰面摔倒，这让曼联主帅弗格森决定启用林德加德，让德赫亚通过更多的训练来适应了英超的强度和比赛节奏。面对这种情况，德赫亚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饮食习惯并加强器械训练。那时候，他常常独自一人在健身房中度过许多时间。德赫亚坦言曾考虑过离队的想法。他说道：“那段时期真的很艰难，尤其是当我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我当时还不太熟悉的更衣室。当时我只是会说几个英语单词，这对我来说确实有些困难。”当时的德赫亚感到非常孤独，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一名出色的门将。然而，曼联给予了德赫亚充分的支持和保护，特别是费格森爵士在场内外悉心照顾的情况下，德赫亚逐渐适应并融入了球队，迅速适应了英超比赛的节奏。随后，他迎来了新的机会，在客场对阵切尔西的英超比赛中，德赫亚得到了曼联主帅费格森的信任，被列入首发名单。尽管在比赛中失球了3次，但在伤停补时阶段，他奋力扑出了马塔几乎必进的任意球，将比分定格在3-3。德赫亚在回忆起这个任意球时仍然充满兴奋。马塔的那个任意球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次扑救之后，我的表现越来越好。在曼联主帅费格森的最后2个赛季，德赫亚的表现逐渐稳定，并且步入佳境，并贡献了多次的零封。在2011到12赛季，曼联成功力压曼城，夺得了球队历史上的第20个英超冠军，这也成为了德赫亚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英超冠军。在英超联赛中度过了2个赛季的洗礼后，德赫亚已经成为老特拉福德球场备受宠爱的球员之一。尽管在2013到14赛季中遭遇了灾难性的一年，德赫亚却发挥出色，在那个赛季为球队贡献了20场零封。尤其是在曼联对阵埃弗顿的那场比赛中，德赫亚在比赛结束前连续进行了惊人的扑救。他先是在点球大战中挡出了拜恩斯的射门，
接着又成功化解了奥斯文禁区内的强力射门，最后还挡住了奥维杜的远射，为曼联守住了胜利。这让他荣获球迷和球员双料评选的赛季最佳球员殊荣。然而，在后费格森爵士时代，无论是由莫耶斯、范加尔还是穆里尼奥执教，曼联的战绩都无法与过去相提并论。然而，德赫亚总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多次拯救他面前摇摇欲坠的后防线。2015年夏天，随着皇马传奇门将卡西利亚斯告别伯纳乌，皇家马德里主席弗洛伦蒂诺将目光投向了在曼联表现出色的德赫亚。恰好在这段时间里，德赫亚与范加尔发生了分歧，这让他看到自己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双方在短时间内达成了一致，并且纳瓦斯也被加入了曼联的交易条款中。德赫亚甚至已经飞到马德里等待官方宣布。然而，在这关键时刻，传真机出了问题，球员转会合同和相关文件未能在转会截止时间前成功送达。这场荒诞的转会事件也改变了德赫亚和纳瓦斯这两位顶级门将的命运。在此后多年，曼联的低迷也难以让德赫亚夺得更多的冠军奖杯，而纳瓦斯则在皇马创造了辉煌，成为了荣誉满身的伯纳乌名宿。但无论如何，转会失败已成定局。自从费格森爵士退休后的5个赛季里，德赫亚几乎每个赛季都贡献至少18场零封的神奇表现，特别是在2017到18赛季中的出色表现，让他的职业生涯在曼联达到了巅峰。在2017年12月2日客场对阵阿森纳时，3投6臂的德赫亚全场贡献14次扑救，追平了英超单场扑救的纪录。而在2017到18赛季各项赛事中，他零封对手22场，这是他加入曼联7个赛季以来的最好的成绩。在那段混沌时期，曼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德赫亚，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掩盖了曼联防线的漏洞，多次挽救了球队。凭借如此出色的表现，德赫亚在该赛季不仅获得了英超金手套奖，而且连续4年入选英超年度最佳阵容，还4次获得马特巴斯比爵士年度最佳球员奖，比同期或后期加盟球队的其他任何球员都多。德赫亚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门将之一。德赫亚一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取代传奇门将卡西利亚斯在国家队位置的候选人。然而，在回顾德赫亚在西班牙国家队的职业生涯时，似乎运气和机遇都没有站在他这一边。他在国家队没有上演神奇的扑救，也没有成为绝地救世主。在大赛中，他的表现一直保持中规中矩，似乎无法赢得西班牙球迷的心。德赫亚随着国家队参加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在曼联该赛季的神奇表现让西班牙球迷对国家队的表现重燃希望。但是德赫亚似乎在曼联耗尽了所有的魔力。在整个世界杯赛事中，德赫亚出战了4场比赛，对手7次射正中有6球被攻入，成为扑救成功率最低的门将，仅为 14.3%。这场灾难性的表现给了德赫亚沉重的一击，动摇了他在国家队中首发的地位，也失去了西班牙球迷对他的信任。随着恩里克的上任，他渐渐地在西班牙国家队大名单中销声匿迹。2019年9月，曼联和29岁德赫亚签署了一份新的合同，周薪高达 37.5 万英镑，使他成为曼联和世界上收入最高的门将。当时没有人对这份合同提出质疑，毕竟德赫亚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门将之一，而且在过去5年中一直是曼联表现最出色的球员。在2017到18赛季的神奇表现之后，德赫亚却在29岁的门将黄金年龄走向了下坡。在近4个赛季，德赫亚的场均丢球数都超过1个，尤其是2018到19和2021到22赛季的丢球数更是超过了60个。当然，这并不全是德赫亚一个人的责任，整支曼联球队都需要为糟糕的防守负责。然而，数据分析却证实了他被公认为最擅长的射门拦截能力的确在逐渐下滑。毫无疑问，德赫亚的状态已经不如从前。滕哈格上任后对曼联的战术进行了调整，尽管德赫亚的技术能力无法满足滕哈格的要求，并且偶尔出现低级失误，但他仍然能够通过出色的扑救挽救曼联。然而，从整体来看，他似乎不再适合继续与曼联一同前进，至少不再适合担任主力门将的角色。因为滕哈格希望门将具备出色的脚下处理球能力，并能够从后场开始传球组织攻势，这也更符合滕哈格的战术要求，也是这个时代的门将所必备的技术能力。已经32岁的德赫亚，可以说他是一个逐渐被时代抛弃的门将。
德赫亚曾多次向曼联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他说过：“我不敢想象自己会离开曼联，并将曼联视为自己的家。”然而，截至今年6月30日，德赫亚与曼联的合同已经到期，双方尚未达成续约协议。目前，他正式成为自由球员。曼联的管理层让球队和球员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不知道谁将成为头号门将，也不确定过去12年的主力门将是否会继续留队的情况下，开始了新赛季的备战工作。这并不符合曼联这样的大型足球俱乐部应有的运作方式。回顾这位32岁的门将，在过去的12个赛季里，曾为曼联出场543次，取得了190次零封对手，共赢得了1个英超冠军、1个足总杯冠军、1次欧联杯冠军、2个联赛杯冠军、2个英超金手套奖等等。对于曼联球迷来说，德赫亚是世界足坛最佳的门将之一，也是曼联的传奇。如果德赫亚真的离开曼联，我相信曼联的球迷会感谢他陪伴的所有岁月，感谢他在曼联最为困难的时刻所闪耀的光芒。他的贡献无疑是不可磨灭的。无论他的未来去向如何，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曼联球迷的心中，成为曼联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位传奇门将。最后，你们觉得德赫亚会留在曼联的几率高吗？欢迎留言分享。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影片。如果您喜欢我们的作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点赞并分享我们的影片。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期待下次再与您见面。